Hello， 大家好，我是君娜。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我的专柜保养以及彩妆品的分享。最近刚好是台湾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嘛，我就把我的专柜彩妆品还有保养品一起分享给大家。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专柜的保养品以及彩妆品，都是我目前还有在使用的商品，只是我会因为我的肤况以及天气的炎热跟干燥去调整我使用它们的时机。你就赶快来看看今天的专柜保养品以及彩妆品会有哪一些东西吧。然后呢，如果你有在上面看到你觉得好用，或者是我没有推荐到的商品，你也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地方告诉大家，让大家在周年庆败家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参考。好，那我们就赶快从保养开始吧。第一关是这个人手一瓶的 SK-II 青春露。那这个青春露我觉得它是有非常好的焕肤效果，但是它的焕肤效果并不是那种立即就可以感受到，是你可能要用1个礼拜、2个礼拜，甚至1个月，你可以慢慢觉得你持续使用下来，皮肤的细致度会提升蛮多的。尤其是年纪越到达一个程度之后，你会越有感觉。然后我在使用 SK-II 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使用方式，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贵嘛，所以我在使用的时候，我都会把它装在这种小小的喷瓶。用在这个喷瓶里面呢，你可以非常均匀的喷洒在你的脸上，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的 SK-II 不小心被你的手掌吸收了啊，还是说不小心倒到地上之类的，它就是一喷就会整个吸附在你的脸上。用这个喷瓶喷的好处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省用量，可是你又不会觉得用不够，就是你在每天早晚的时候喷，是喷到整个脸都是会湿哒哒这样的感觉。可是你 SK-II 的这个消耗率会减少很多很多。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看看，装在喷瓶里面，就是把比较贵一点的精华啊、化妆水装在里面使用看看。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第二个我推荐的商品是比较偏精华液的类型，以保湿为主的精华液。我推荐的有这3个牌子的精华液，第一款是资生堂国际柜的红颜系列的精华液，再来是 FANCL 日本的 FANCL， 这个是抗老化的美容液，再来是这个兰蔻的基因系列。这3款我觉得就是我会一直轮流使用的3款精华液。第一个主要是它们非常非常的清爽，就是它们清爽，但是又有很好的保湿效果，是比较属于那种完全不黏腻的精华液。然后呢，我觉得资生堂的跟兰蔻这一罐用起来很相似，挤出来是像是透明的，像是柠檬水的感觉，然后它的味道超级舒服，就是柠檬水的味道，所以我才会觉得它像柠檬水。然后推开之后，超级无敌清爽。这个真的是我史上最喜欢的精华液，但是呢，不要看它这么清爽，这么好推开，它是有很足够的保湿度，在上完它之后不用再擦任何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保湿，而且它的香味还有质地啊、触感完全适合我真的太喜欢它，所以这一罐是我在机场买回来的。其实那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在机场买还是要到周年庆去买，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很多需要补的保养品。我刚好在机场买的时候，他们机场也有满额的赠品，就是送了一整组小罐的旅行用的保养品，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是机场限定的梦数，比较大罐的。那兰蔻的这一罐呢，我觉得它用起来其实跟资生堂的很接近，就是你们看它的质地跟资生堂的很像，一样抹开来是完全没有黏腻的感觉，微微的差别就是资生堂的擦起来比较水感，然后兰蔻的这一支基因它擦起来会有那种 Q 弹的感觉，它精华液里面可能添加的动的感觉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你在划开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咕溜的感觉。那这2款的保湿度，我觉得就是夏天之后都不需要再擦别的东西。再就是兰蔻这一罐，它的设计真的是绝好，这个就是懒人必备的。你每一次只要盖子打开，它就是满的，就是你一次使用的量。你看我现在把它挤掉，就是现在是没有的，可是我把它转一下而已，它会有一个咔嚓的声音，你再把它打开，它又吸满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创举哦！我不知道别的牌子有没有发明过这种超级方便，它不用按这里哦，
这里只是让你不想要这么转的时候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把它按掉的时候使用。我觉得这个包装真的是超级神奇。然后我再把它转到它咔嚓一声之后，再把它拉起来，又是满的。这个罐子真的是把里面用完，我都会想要留着装自己东西的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设计。你们可以去专柜试用看看，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神奇了，这个摆完不腻耶。因为滴管式的那个保养品很长，吸不了自己想要的量，可能就是我每次都会吸太少，所以这个真是太厉害了，它是吸了半管以上的精华液啊！大推荐兰蔻这款包装，真是太厉害了。另外一个精华液是 FANCL 的精华液。这个是我之前在日本买的，但其实我最喜欢的系列是它的水银细致精华，但是台湾跟日本已经那个系列已经完全撤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它真的很舒服，很好用。后来我买到的是这个比较偏抗老系列的精华液，因为这两罐还没开，我就不开了。它比较适合在冬天使用。一样是擦了它之后，你的皮肤滋润度会非常非常的足够，完全不需要再擦乳液跟霜，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也不需要。它的保湿度会比刚刚我介绍的那两罐再高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的闷，所以在夏天非常不建议使用。在冬天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非常懒得保养的人，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保湿圣品。它挤出来的质地就是偏水乳液的那种质地，没有那么透明，但是也是白色乳液状的感觉，推荐给你们 FANCL 的。然后呢 ，FANCL 这个他们家的保养品非常非常的温和，我觉得它还有舒缓过敏的效果。如果你的皮肤是那种很不能够承受，有可能有加了香料啊，还是说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成分的话，FANCL 家的保养品绝对是你可以去试试看的一款保养品。接下来也是我在机场买的这个很昂贵的系列雪花秀，在周年庆买雪花秀应该会划算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他们家的东西真的超级贵的，就是跟资生堂啊、兰蔻比起来，这个真的是价格又跳1倍。然后这个是大家都非常非常推荐的润燥精华。挤出来就是非常的有汉方的感觉，然后很水，闻起来有一股沙龙的味道，就是很淡雅做 SPA 的那种芳香。然后它擦完是很干爽的，但是不会让你的皮肤很紧绷，它会舒缓你皮肤上的干燥感觉，所以你在等它吸收完之后，你可能不小心去做个别的事情，你的脸也不会觉得绷绷的不舒服。润燥精华是在洗完脸的第一个步骤使用，然后我自己是把它加在 SK2 之后使用，它的功能是可以帮助让你的皮肤的保水程度增加，就是让你干燥的感觉舒缓非常非常的多。再来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后续保养品的吸收，而且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它不会跟任何的保养品打架，但是你又可以感受到它擦上去立刻有那种水分锁住的感觉。润燥精华它的质地是很清爽的，所以不管是在冬天还是夏天，或者是你皮肤偏干偏油，我觉得都可以使用它。接下来就是这个冬天必须要拥有的霜类的产品，这个是人参霜，然后它的功能当然就是滋润再滋润的效果。我自己购买的是比较清透版的，应该是清爽版的，它还有分更滋润，可是我觉得清爽版对我来说已经很够了，因为它其实擦起来会有一层润的感觉在脸上，所以如果是比较加强版的话，我皮肤可能会长一些东西，但是我目前用这一罐呢是 OK 的，这个天气我已经开始在用。那这罐人参霜呢，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其实是它的味道。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然后很高级的人参味，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味道会让我变成一直去花钱买它的理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闻。然后每天在保养的最后一个步骤用它的时候，闻到这个味道就会很舒压，它是很浓的人参味，真的就是我们在吃人参鸡汤的那种味道，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雪花秀我还买了一罐这个，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有满多少可以干嘛的，
我就买了一罐这个晚安面膜。然后我觉得这个晚安面膜非常的，在雪花秀里面来说算是非常的划算，它有120ml，价钱请你们自己去查一下。它这个晚安面膜，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给皮肤干燥，真的很干燥，很干燥。它挤出来就是像乳霜一样的质地，它的质地推起来很像人参霜的质地，然后吸收度也很好。有时候甚至不需要把它当成晚安面膜，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急救面膜。它会厚厚的，算是蛮厚一层的停在脸上，可是不是那种很闷热的感觉。我还蛮喜欢这一罐的。现在的天气我还不会用非常的多，就是局部用在比较不容易长一些粉刺的地方，让皮肤起来会有那种饱满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买到没有后悔的一款晚安面膜，但是它就是没有人参味了。接下来是这个兰蔻的深绿色能量系列，然后我手上这一罐是15ml的试用品小罐的，因为我大罐的没有呢。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雾面的感觉，所以你在上在脸上的时候会有一种所以上在脸上的时候会有一种被雾面的面膜包住的效果。我早上起床洗脸的时候，脸真的是会不可思议的柔嫩。但是呢，我觉得它不需要天天的使用，因为我在连续使用的时候，对它的经验感就不会有那么好。可是比如说我今天停一天，然后再隔一天再停一天，这样每天早上起床洗脸的时候，真的都会感受到那种感觉脸上吃满能量吗？总之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它。然后这个我还没有去买回来，所以等我这一罐用完的时候，我应该会去把它买大罐的回来。妆前乳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罐 Luna Mercy 的妆前乳，然后它的妆前分很多种，我自己买的是就是最保湿的这一款，它擦起来就是真的很像是保养品的感觉，然后擦完之后会有一层亮亮的光泽在上面，就是跟在保养的感觉一模一样。我现在手上已经擦太多东西，感觉不到它的触感了。接下来是这个熬夜霜，那这个是他们家最有名的一个产品，就应该算是明星商品吧。这个是痘痘肌专用的一罐膏，对，它非常非常的浓，就像是我们在擦被蚊子叮的那一种，非常非常非常的厚重。然后呢，你在用它的时候，你只要用一点点的量，记得一定要混合大量的保湿精华下去搓，搓完之后再擦在脸上，不然你脸上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厚重的感觉。那它的功能就是呢，因为它是痘痘肌专用的，所以它并不会让你的脸上长粉刺啊、长痘痘这些状态可以很安心的排除。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这种干性皮肤，但是又会冒一些粉刺啊、痘痘非常非常实用的一罐急救的东西。我个人是把它当成比较偏急救的感觉，因为它毕竟质地很油很厚，所以我还是会担心它可能会让我长一些内包的东西。你知道，就是会有一种相抗衡的感觉。它明明就是写它是痘痘专用的调理膏，可是我心里面又会觉得它很厚，所以我都是在皮肤很干燥到不知道要擦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用。如果你们也有用这一罐痘痘调理膏的人，也麻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用过它长痘痘啊，还是说完全安全的心得给我们知道。有算是推荐吗？我也是有一点点错乱的，不过我就是到现在还一直都有持续在用它。接下来还有一样 primer 是这个 Benefit 的毛孔隐形露，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立刻擦上去的那一瞬间，它的用量非常的小到我没有办法形容它需要多少的量，就是比大概1/4颗绿豆吧。那你就用完之后在手上搓到很均匀之后，轻轻的抹在你的毛孔上面，你可以立刻的看到你的毛孔是很像被贴了一片雾面的隐形胶带一样，超级遮毛孔的。我觉得它在这个第一个步骤就让人家非常的信赖它。因为我这个是在机场买的组合，它还有附赠2罐小罐的东西，然后这2罐小罐的东西加起来好像是30块吧。可我后来觉得，我干嘛多花30块去买这2罐东西？因为我根本就是不太会去使用这2罐试用小样，推荐给你们 Benefit 的毛孔隐形露。还有这个也是毛孔
它有毛孔兼打亮润色的效果。一罐是绿色，就是修饰泛红的皮肤；一罐是粉色，就是提亮你的肌肤。那这个呢，它的用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少，不过比刚刚那个 primer 再多一点，因为它其实全脸都可以用的。这个擦上去呢，第一个感受就是提亮你的肤色，然后它的里面的液体很细致，很细致，不会跟你的粉底液打架。再来就是它修饰毛孔的程度也很好，但它不是用填补的方式去修饰你的毛孔，它比较像是用光线去达到毛孔遮瑕的感觉，我觉得还蛮棒的。我目前就是轮着用，因为我觉得两罐用起来其实没有差很多，就色号没有差很多，都有提亮的效果，然后遮毛孔的效果也都是一样的好。粉底的部分，我依然是非常非常热爱我的资生堂琉璃玉帐的这个系列。可是现在有点要入冬了，这个系列可能对大家来说会稍微偏干一点点。这个是我用过回购最多罐的一罐粉底液，它其实是算粉霜类的粉底液，所以干性皮肤的人来用的话会非常非常的适合。然后呢，它里面有添加很多很多的保养成分在里面，就是会有一种很高级很高级的贵妇感。它擦在脸上的感觉呢是滋润的，可是又不会油腻，因为它的妆效其实是有点雾雾的感觉，会让皮肤看起来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好。再来就是它的遮瑕能力非常非常的足够，可以遮到我全脸80% 以上。如果我在用量用多一点点的时候，它几乎是可以把我全脸的痘疤都遮起来。所以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爱用这一罐粉底液，这个可以说是我第一罐专柜的粉底液，然后也是我一直持续回购的粉底液。我在机场又买了一罐，这应该是我目前的第4罐了吧。接下来是这个资生堂的 PK107， 大家应该对它很不陌生吧？那它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就算你很大量的涂抹在眼下，也不会让你的眼下的妆变干变厚。它的效果呢，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像 VDL 的贝壳乳的效果，但是 VDL 的贝壳乳是打在里面的，会让你有一种爱爱的光线。那它也是擦出来会有一种为什么会一直讲一种种？那它擦完之后呢，皮肤黑眼圈的地方可以很明确的被提亮。它有一种种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我在拿来打亮眼下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它可以算是还蛮完美的遮盖你整个凹凸不平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们太累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泪沟，或者是黑眼圈很深的时候会看起来很凹，它可以一刷上去立刻改善这个状态，因为它里面含有一点点比较紫调的光泽，可以在光线折射的时候让你的皮肤眼下看起来非常的平滑。可是我也不建议大家在用它的量用太多，它虽然说你用的量很多的时候，拍照啊还是什么的效果很明显很明显，可是在看本人的时候，其实你是看得到这边会有一点点紫紫的光线，所以我觉得适量就好，不需要打得太过于明显。推荐给你们这个，如果你们一样跟我有黑眼圈凹陷的感觉的人，这一块应该是你非常非常必须要拥有的一块打亮。不过呢，这块打亮饼它就是只能够for眼下这个三角形的地方，它打在其他的地方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接下来是遮瑕的部分，我推荐2盘给大家，但是一盘是 RMK 的，然后这一盘是 Addition 的。可是 Addition 的这一盘呢是在日本才能够买得到，台湾目前是没有设置专柜的。这一块的颜色是稍微的偏粉调，所以如果你在比较适合擦在偏粉的底妆上面。在擦遮瑕的时候，有一点很必须注意的地方，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擦遮瑕的时候会有一块很明显的东西在上面？第一是你的颜色选得太明亮或者是太暗之类的嘛，再来就是太干，第3个原因就是你的遮瑕膏的色调不对。你如果全脸的肌肤是黄色的，可是你又选了粉红色的，那其实你在一块黄色的画纸上面点了一块粉红色，是会有非常非常明显的色差。那如果相反，你是一个很粉的妆感，可是你又在上面点了一块很黄的遮瑕膏，那一样会有很深的色差。所以你们在选择遮瑕膏的时候，一定要
搭配你的粉底下去做色调做选择。如果你是比较粉色的色调的粉底，那你就一定要买偏粉的遮瑕膏。那这一块呢，就是我在使用比较粉的底妆的时候会用到的。擦在黄色的底妆上面是完全不行的，它这一块就是完全只能够给偏黄的底妆用。除非你的皮肤很白，可以用到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我真的是完全用不到，所以我都是用这2个颜色下去做遮瑕。那这2个颜色是完全没有偏粉调的。这一盘是我目前最喜欢的遮瑕膏。它很神奇的地方是它的遮瑕质地看起来跟刷在刷子上都非常的干，可是你在点在脸上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有那种浮粉脱皮的感觉出现，甚至它的遮瑕能力相当的好，用量极省。我到现在就是真的只有用这么小一块，然后这个是应该是我之前想要干嘛的时候挖的，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用过它。所以如果你们有缺遮瑕膏，然后底妆又比较偏黄的人，强力的推荐Audition这一块遮瑕盘，太好用了。腮红的部分我还蛮喜欢这一块的，这是 Benefit 的蒲公英腮红，也是他们家最有名的腮红。这个腮红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非常的自然，然后擦上去真的会像是你皮肤原本的颜色，蜜桃的颜色，然后带一点点粉的感觉。就它这个刷子粗到一个极限，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专柜品牌的刷子可以这么粗，可是又很方便使用。它很完美的可以塞在这里面以外呢，你在刷的时候，我会先刷这样一道，之后再这样直接扫开，那你的腮红就会变得非常的自然。就算它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明明觉得它的刷子非常的粗，非常难用，可是你每次在上这一盘腮红的时候，就还是一定会搭配这个刷子。我自己觉得自己是有一点点被虐，还是其他人也有跟我一样的状态出现。然后我之前也有买过它的液态腮红，我觉得非常的难用，还有它的液态打亮，我也觉得是很不好用的东西。所以他们家出来出去，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最好用的。然后接下来就进行到唇膏的部分，迪奥的蓝星唇膏，这款唇膏是我买过同一个颜色买最多的唇膏，然后我最喜欢的颜色是999那个颜色，不是新出的999，是比较以前的999，是亮红色的那一支颜色。它的好处就是它完全没有唇膏的味道，再来就是它的滋润度相当的好。我有一阵子迷恋到它，是买了3支一模一样的颜色，然后丢在3个不同常用的包包里面，就知道它有多好用了。我现在身上只有这个不知名的颜色，这也是我自己去买的，然后擦起来就是这种比较偏光泽感的。我喜欢他们家这种亮亮的，然后很滋润的感觉。皮肤干的时候擦它们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是这个雅诗兰黛的唇膏，跟这个擦起来的效果有一点点的类似，但是迪奥的那一支会再更滋润一点点，这个会稍微的干，比那一支干，但它还是偏水润的唇膏，比较厚一些。然后这个颜色也是很漂亮，这个颜色是340。雅诗兰黛跟迪奥比起来的话呢，我觉得雅诗兰黛的外壳比较漂亮，但是雅诗兰黛它有唇膏味，我并不是很喜欢唇膏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推荐你们买蓝星唇膏。然后它因为它有新品上市，是很多颜色有新推出来，然后也有增加雾面的款式，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一款唇膏。接下来是 Giorgio Armani 的唇釉，那他们家的唇釉呢，不管是亮面、雾面啊，各种包装也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超级持久，然后也超级显色。就他们家的东西就是持久加显色，然后包装很漂亮。所以我有很多支，它刷起来这支应该是雾面的，然后它的质地虽然是雾面，但是并不会非常的干燥。506号色，那种葡萄紫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的雾面不是那种很干的雾面，不是极致雾面的妆感，它还是有一点点光泽度。可是随着时间久一点点的话，会变得比较没有光泽，就会有那种雾面的妆效。然后它一开始擦上去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死皮。
MAC 新出的零色差唇膏，质地比较稍微的干一点点，所以你在基础的唇部保养要做好。它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它超级饱和，像是雅诗兰黛跟迪奥那种比较滋润型的唇膏，它可能要反复擦2-3次才会有这么饱和的效果，可是它只要刷1次就会有很厉害的，非常非常的饱和，然后画出来的颜色就跟它唇膏上面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第一次刷它在手上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很漂亮。擦在嘴巴上面的时候是比较偏雾面的感觉，滋润度稍微低一点点。最后呢是 YSL 最新出来的漆光唇釉，那这个系列的唇釉，我自己觉得它是比较类似那种不掉色的唇露吗？就它其实不是很稠的唇釉，所以它刷上去的时候会有一种蛮液态的感觉，是非常湿润的，光泽感很强的一款唇釉。然后呢，你的光泽感在比较吸收了，或者是你吃东西把它抿掉之后呢，你的嘴巴上面可以停留很长时间的这个颜色，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比较偏像是那种染唇效果的唇膏。我现在嘴上擦的就是这个系列的唇膏，但它已经比较没有光泽感了，所以现在的妆效是这样，但是颜色完全不会掉。如果你们在找一支专柜的，然后保色度很强，质地比较水润的唇膏的话， YSL 最新的这一款漆光唇釉还蛮推荐给你们的。OK， 那我今年冬天最想要购买的专柜粉底应该就是苏酷最新的粉底霜，可是呢，台湾的价差跟日本好像差蛮多的，所以我还在考虑说是不是要在台湾周年庆的时候买，因为真的还蛮贵的，一罐要3800块吧，所以还在考虑。那我今天的专柜彩妆以及保养品分享就到这边啦，这些都是目前我还正在爱用中的商品，分享给你们，希望对你们的周年庆购物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赞，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